今天这一段标题很简单，当神准备开罚，你愿意挡吗？是的，今天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第22章的下半段，这一段剧情可以说是神版的怒火风暴的倒数警告前奏曲。但是最令人惊讶的不是罪恶有多严重，审判有多火爆，而是神居然在这一切当中还在找一个人挡住他的怒火。什么意思？你没听错，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重磅内容。18节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。哇，开场直接超狠，不是有些人犯罪，而是一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渣子。什么是渣子？就是炼金属时那些烧不出纯金银，只剩烧焦黑灰的边角料。神说这国家不只是犯罪，而是连炼都炼不出一点有用的东西。19到20节，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，融化你们。来了，天火炼国计划开启。神说，既然你们像渣子，那我就真的把你们放进火里试试看，看看到底还剩什么。这像不像神版的地狱厨房？只是这次不是煮菜，是煮全国。从23节开始，神就进入全国总体检，一层层拆给你看，看看整个社会哪里出了问题。简单说就是从上到下没一个称职的。先看官员25节，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，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，以为是代言神的先知。不，他们根本是开猎场的狮子，把百姓当羊抓，而且还很专业，抓完还吞金，祷告只对给钱的人有灵感。祭司也出事26节，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，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你们原本是解释神话语的专业户，现在竟然搞混圣俗界限，像主持婚礼却穿卡通睡衣一样荒谬。神的原则被拿来当装饰品。首领更夸张27节，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，抓撕掠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命。这里不是政府，是掠夺俱乐部。首领不是在执政，而是在赚黑钱，拿命换利。神说，他们像野兽，吃人还不吐骨头。先知补刀28节，还没完，神又提到那些先知盖上灰泥的人。什么意思？用虚假的预言替错误政策贴金，搞个合法化包装。你以为他们在发言，其实他们在行销谎言。最后看百姓29节，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，惯行抢夺，亏负困苦穷乏的，背里欺压寄居的。看到这边，你是不是发现从宗教到政治，从领导到平民，全坏了？这社会不是偶尔会出事，是处处都在出事。然后最戏剧性的转折来了，30节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什么？这么烂的国家，这么夸张的罪恶，神居然还在找人来挡住审判，而且他不是说找一群人，他说我要找一个人，只要有一个肯站在破口中为百姓代求，
为神守住这地，结果呢，找不着一个，不是没有破口，是没有人愿意站上去。结语，这段经文真的像神亲自召开的社会溃败调查公听会，他不是不知道问题，而是问我们，在这一切崩坏中，有没有人愿意站出来？这不是一段单纯骂人的经文，而是神在说，我还没放弃你们，但你们谁能站出来，成为那一道屏障？